2024年，由于征服者康的演员乔纳斯·梅杰森戏外值得令人同情的遭遇，漫威不得已更改自己整个阶段的计划。当小罗伯特·唐尼摘下面具，我相信当时的美漫圈所有人都无比的兴奋。没有什么能更好的代表这个人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和他曾经带给过我们一切的感动与热血。麦克法兰如今也广泛的涉猎漫威相关的题材，推出了很多个人觉得还不错的产品。那今天这个时间要介绍的，必须是我们漫画中的强力反派，一众英雄最棘手的敌人之一，维克多·冯·杜姆，或者我们可以叫他毁灭博士。理解、热爱、分享快乐。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鲨鱼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麦克法兰漫威雕像系列的1:6毁灭博士。这段时间科普这哥们儿有多强的视频啊，相信呢是多的是。科技和魔法双双顶级，而且智商呢也极高。虽说是普通人吧，但是看过美漫都知道啊，这种有身份的普通人呢，通常都是最狠活的。那直接就来看看这款产品吧。包装盒正面是一个巨大的开窗，展示内容物，内部也是漫画元素的拼接。侧面和背面都是角色的漫画封面，来自于毁灭博士刊的第1期，也是本次雕像主要参考的形象。内部还赠送了一个原刊封面和人物卡。由于这个法律的原因啊，这个刊物呢就只有封面。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直接看到内容物啊。首先呢，包装盒里就附属了一张背景板，很显然取材自毁灭博士的国家拉脱维利亚，绿色的阴云笼罩着城堡，一种阴郁的氛围。不过我相信我们毁灭博士在他的人民心中呢，就像是穿透乌云的一束太阳是守护和发展的根基。那么整个纸板呢是可以放到雕像身后，做一个场景氛围的渲染，属于是一个小甜头。那对于整体作品的呈现呢，还是有一定提升的。玩具主体的比例是1:6，放一个普通老麦在旁边这大小差距呢是一目了然。不过本身就是强漫画风格的产品，比例跟真正的冰人呢可能还是有些许差距。本身也是作为雕像就更适合独立展示。雕像整体呈现了毁灭博士双手抱胸，象征拉脱维利亚皇权的披风随风飘扬，一脚踏在城堡顶端之上，无比自信和强大的状态。尤其是这个布置的披风有着一定的反光性，而且面料选的呢也相对硬挺，在两边都有植入铁丝，可以调整一些不同的姿势和状态。那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随风飘扬的造型颇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味道。而且整体呢毕竟是雕像，所以它也不用考虑这个关节切分，肌肉线条就很好的融入了铠甲本身的造型，这种自信感也是从这种姿态中体现了出来。看完整体造型，我们再来看一下雕像的细节部分。首先是面具的造型，金属漆加字体，各种铆钉细节，还有一些手工打造那种粗粝的痕迹。透过面具我们可以看到毁灭博士深邃的眼睛，眼神的印刷十分的清晰，而且也加了点高光，在面具的阴影下也是很有压迫感。这个面雕确实是没什么问题，加上真实材质的兜帽，效果我认为相当不错。服装造型比较简单，是漫画的经典造型。那硬质的材质是用刻画去还原这个织物纹理和漫画那种比较硬朗的褶皱，而且还做了这么点涂装，效果显而易见是很不错的。腰带呢一个大麂皮质感涂装把材质体现的比较到位，金属扣和洞眼的样子呢也是特别真实。毁灭博士的铠甲在服装之下是挺具有力量感的这么一个外形，表面有一些粗糙的质感，不过整体呢也有金属漆覆盖，表面呢确实还有一些小范围的分膜线。不过对于这个价位的产品呢，我觉得这就是瑕不掩瑜了。雕像不用演示可动，相对呢我也休息休息。总的来说这款漫威雕像系列的毁灭博士我觉得非常不错，大小造型和姿态都算得上完成的很棒。对于漫画题材制作难度呢，虽然相较于真人造型的题材会简单一些，但漫画独有的这种张力和气势也有很好的体现。外加美系这种题材的雕像呢还是很有性价比的。这个漫威雕像系列我觉得算是老麦现在的一个精品系列。对于角色衍生周边和这种美系题材比较感兴趣的玩家呢，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大毛病这么大一个也没有什么硬伤，我个人看着是真挺喜欢。 OK， 喜欢我的内容就请点赞收藏加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群，一起聊玩具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这玩意儿我是真挺喜欢，之后还得来一期洁白点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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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